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流行出国留学，但只有留过学的人才知道，在别人的地盘上学是什么滋味，何况是100年前。今天我们就聊聊蒋介石在日本留学的日子。蒋介石有过3次去日本留学的经历。清末国人目睹日本用几十年的时间摇身一变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再通过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又成了列强之一。当时很多中国人的有识之士对日本励精图治和崛起充满了赞扬甚至钦佩之情。日本成为了许多有志青年留学的首选，蒋介石就是其中之一。蒋介石是浙江奉化溪口人，父亲是个盐贩子，在他8岁时去世。幼年丧父的蒋介石从小性格就十分要强。1905年，由于带头闹学潮，18岁的他连续转了好几次学，最后进了宁波一个新式学堂。学堂老师顾清莲向蒋介石第一次讲起了孙中山、日本明治维新，并告诫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大清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有志青年应该出洋到日本留学去学军事。于是，蒋介石决心去日本留学。他想去日本留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去日本学习先进军事。蒋介石为了表示决心，背着母亲剪掉了头上的大辫子。蒋母知道后，不得不支持儿子去日本。1906年4月，蒋介石带着寡母凑来的费用，第一次踏上了日本国，满怀希望地准备进军校留学。才知道日本政府早与清政府达成协定，只有经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才准进日本军校学习。蒋介石四处奔走，无奈始终被拒之门外。蒋介石只好先入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习日语。不久，蒋介石的妹妹要出嫁，蒋母来信催促儿子回家尽兄长之职。蒋介石也感到只学日语没有多大意义，便启程返归故里。这次留学大概8个月。1907年春，大清陆军部在保定创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及保定军校前身。蒋介石带病报名考试，被录取了。在保定军校学习不到1年，1907年冬，陆军部宣布从学生中选派人员留日学习陆军，规定要求必须参加过在校日语班的学生才准报考。当时的中国，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黑幕。所谓日语班，是为有背景的子弟暗中设立的，初出茅庐的蒋介石哪知这秘密班，眼看机会就要错过，于是他向校方打报告，说他曾在东京清华学校学过日语，请求准予报考留日生。报告送上去后，迟迟不见校方批准。就在蒋介石绝望的时候，临考试前1日深夜，一个教官提着灯笼来到他的寝室，喊道：“谁是蒋志清？谁是蒋志清？”蒋志清是蒋介石当时的名字。教官把他从睡梦中唤醒后通知说：“你明日可以参加留日生考试。”蒋介石喜出望外。第2天参加了考试，并在放寒假前接到了录取通知。这年春节，他寒假少有的没有回家过年。一开春，他就迫不及待地直接从保定启程出国，第2次踏上日本国土。蒋介石满以为就此可以实现自己学习军事的理想了。然而现实很残酷，日本对中国一直以来都心存防范，他们并不会轻易地让中国人学到他们的军事知识，他们对赚留学生的钱更感兴趣。中国留学生要先在正武学校学3年，毕业后再以士官候补生身份到日本军队实习1年，实习合格后才能升入正式的日本士官学校去学习军事。蒋介石是正武学校第11期预备生，学的是炮兵专科。预科学校天天学语言。蒋介石于是与上次在日本时结识的浙江吴兴老乡陈其美密切来往起来，并由陈介绍加入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除了学习语言，正武学校也不讲什么军事，天天做操练习步伐。蒋介石干脆跟着陈其美，专门在这级同盟会员同学中进行活动，对人情世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10年冬，蒋介石终于从正武学校毕业了。12月5日，
以士官候补生分配到驻扎在日本北海道新泻县高田镇的野炮兵第13联队实习。在这里，蒋介石当了个2等兵。3年预科终于熬到头了，蒋介石对即将到来的1年实习又燃起了希望。他认为这次总算可以学点炮兵的真本事了。然而现实依旧很残酷，大炮的影都没见到的蒋介石被派去喂养拉大炮的军马，成了养马兵。每天吃完早饭就要到马厩里去。寒冬腊月，蒋介石用禾草把马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擦热，使马浑身的血液都流通起来，早晚各一次。北海道的天气本来很冷，往往马还未被擦热，自己就已是全身汗水淋漓。与《西游记》里的弼马温不同的是，不需要任何人提醒，蒋介石也知道养马不是长久之计。日军实行武士道治军，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蒋介石是2等兵，上等兵可以任意使唤他，上等兵之上还有下士、中士、曹长、特务长，还有正式的军官。这么多的上级都管着蒋介石，结果蒋介石天天除了擦马之外，就是为这些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擦皮靴、补衣服，被打骂更是家常便饭。蒋介石咬定牙根忍耐着，盼望有朝一日能学到真才实学。可在连队当了10个月的兵，只是为了10个月的军马，很显然真正的技术日本人并没有打算交给中国人。蒋介石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所有留日生都是如此。而大清国拿出重金派留学生到敌国去学习，受苦的自然是留学生。他们花着政府的钱，浪费着自己的青春，却学不到任何货真价实的技术。一些学生见学不到任何东西，于是跑到图书馆去找军事书籍，可是有价值的书籍一本也没有。这样的敌国留学自然是怨声载道，大家骂的不仅是日本，更骂无能的晚清政府。蒋介石期待的东西没有，由盼实习到恨实习，满肚子是怨气，失望又变成绝望。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国家富强，人民才不会受欺负。1911年10月10日，中国这座酝酿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辛亥烈火随即燃遍全国，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及云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大清在一瞬间就土崩瓦解。大清政府挣扎着派重兵南下，进攻武昌。革命党人向全国发出急望各处响应急电，陈其美决定在上海举行起义，策应武昌。为此，他给在日本留学的同盟会员发出急电，催促他们回国。蒋介石向日军师团长常往外使打报告，要求请假回国。蒋介石坚持要请假走人，常往外使硬是不准。大清国委托我们管理，没有大清的许可，你们不能擅自归国。蒋介石遭到拒绝后，转而去找连队长飞松宽吾。连队长有权给士兵48小时假，飞松宽吾准了他48小时假，但告诫说，你必须在48小时内归队，否则就要以逃兵论处，宪兵要稽查你。蒋介石满口答应。随后他连夜从高田乘火车赶到东京，向同盟会浙江省支部领取了回国路费。蒋介石等人离开日本后，11月8日，日本外务大臣全田康哉召会大清驻日公使，说由于这些学生严重违反军纪，日本政府已通知各学校将他们全部开除了，所付的培训费不予退还。驻日公使在国内是高高在上，一副官老爷的样子，在国外就是个怂包。接到这份召会公文，他又气又骂，然而他哪里有什么办法？大清的银子又打水漂了。蒋介石回国后，参加陈其美组织的东南地区反清起义。蒋介石率领义军攻克浙江省会杭州，然后返回上海，在陈其美手下担任护军第5团团长。1912年1月，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组织刺杀了光复会主要领导人陶成章。为了避风头，蒋介石第3次东渡日本，名义上是在深造。蒋介石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日本4年，只是让我学会了爱护军马和不随地吐痰。他的这段回忆是不准确的。留学日本的蒋介石
虽然没有学到什么先进的军事技术，但对蒋介石的毅力、韧性都是极大的锻炼。留学经历积累的关系，对蒋介石的影响非常深远和重大。在中国，最重要的不是学历，不是真才实学，更不是道德水平，而是关系和性格。有了关系，一切都好办；没有关系，寸步难行。性格决定命运，一个坚韧不拔的人，获得成就的机会是远远大于条件相当的常人的。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于1908年加入同盟会，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元老，如孙中山、陈其美、胡汉民、张群、戴季陶、何应钦等人。孙中山曾说过，在我们的革命运动中，正需要此人。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回国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陈其美给他分派的。此后，因为陈其美又把蒋介石介绍给说话一言九鼎的革命元老张静江，蒋介石夺取最高权力都与他在日本留学时积累的人脉关系密切。蒋介石的功过是非争议不断，但他的坚韧不拔是毫无争议的。当时的中国不缺获得几十个博士头衔饱读诗书的人才，缺的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时唱衰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向日本屈服，就是靠的那些拥有坚韧不拔精神中国人支撑着。